Hello，大家好，我是怪叔。你们听说过会过阴的人吗？就是这些人啊，通过一种媒介能够和死去的亲人沟通。我当时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喜欢打篮球，认识了学校的一位研究生，他的奶奶啊就是山西的运城人，据说啊是当地非常著名的过阴人。过去农村啊都是各种小的信用社，规章制度啊也都不是特别的完善。当时有户人家想要去信用社里面取钱，但是存折的户头啊是老父亲的，可是当时老父亲在外地出了车祸去世了。其实现在看看啊，这个事情他很容易解决，开一个亲属证明、死亡证明之类的，就可以把钱给取出来了。但是在当时可不行啊，负责人说了，他们明文规定了，必须要本人亲自过来。估计当时啊，就是信用社想要赖掉这笔钱，就说哪怕是有人过来输入个密码也行。可是要是知道密码的话，也不用这么麻烦了呀，对不对？后来这户人家也是为了恶心信用社，就找老太太过阴。老太太啊，就把那个老父亲给招上身了，并且还亲自写下了密码，还明确的说当时是谁给他办理了。最后放言，要是再为难他的家人，晚上就去他们家。当时把这些工作人员差点给吓死。不过好在最后啊，密码什么的都是正确的，信用社当场也就把钱给兑付了。你说神奇不神奇？但是我对这种事情啊，其实还是有怀疑的，毕竟我没有亲眼去见到过啊，对吧？总想着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奇人异事。但是直到有一次我拍摄，跟在我身边的制片人说他的爷爷就是他们村子里的奇人，而且很巧的是，那一次拍摄，我那制片人的老家也是我们的拍摄地之一。我们过去看景，和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聊一聊，就发现他爷爷基本上大家都认识。真的就是那个年代的奇人异事，并且啊，关于他爷爷的一些传说，比如在什么机缘之下，让他的爷爷从原本一位渔民变成半仙儿的，他又是如何处理一些灵异事件的，这些一桩桩一件件，到现在为止还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求一个订阅，我们仔细说一说。我的这位制片人啊，是苏州的本地人，家就住在太湖的边上。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家从他爷爷开始就是渔民。说起太湖啊，那真的就是太有意思了。我们一般在拍摄城市宣传片的时候，都要充分了解当地的产业啊、自然风光之类的等等等等。当时就得到了太湖的数据，才知道，一眼看不到边的太湖，它的平均深度才2米左右，有可能才1.8米。这个数据啊，当时就让我有点不敢相信，真的是太出乎意料了。当时我还在开玩笑说，就这个深度，你别说什么水怪了，就算是不会游泳的人掉下去，这么蹦跶2下，往上跳一跳，也就出来了。但是当时我那制片人就说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讲太湖是真的会吃人的。他说的吃人啊，就是每年都会淹死人。他说太湖有2点比较神秘，这第一点就是它会无风起浪，就是原本很平静的湖面一点风也没有，但是就忽然的无缘无故的掀起了巨浪。这第二点就是太湖有些地方是极深的，甚至有几十米深，底下有很多的暗流，经常会出现那种特大的漩涡，仿佛就跟里面有什么巨兽一样。而关于他爷爷的故事呢，就要从50、60年代开始说起了。他爷爷那时候还年轻，跟着村里的人去太湖的一个岛上捉蛇。在他们的那个村子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传承，就是会念咒语捉蛇。如何念咒捉蛇呢？这个他也说不清楚。好像是很久之前村子里面来了一个叫花子，来的时候是遍体鳞伤，就躺在路口，但是当地人心善就把他给救了。醒来以后他就传了一个咒语给大家，说这个是专门用来捉蛇用的，只要念这个咒，蛇就会自己游过来。而且来的时候，蛇的身体是绵软无力的，只需要捡起来放到袋子里面就行。他说这个咒语很复杂，需要专门的练习，有点像那种吹口哨的声音，又有点像烧开水后的声音。后来他看到了《哈利波特》里面伏地魔的那个蛇语，就有点像这个。他猜测估计就是模拟了蛇的那种嘶嘶嘶的声音。他们当时就去了太湖的那个荒岛上捕蛇，这个咒语非常好用，他们当时就抓了很多的蛇，好几面口袋都装满了。有人就说这些蛇太多了带不走，
干脆就在这里杀了，把值钱的部位都带走。大家也就同意了，决定留下几个人杀蛇，然后其他人呢就跳到河里面去洗澡。这毕竟捉了半天的蛇，弄得浑身腥臭的。他爷爷当时年纪还轻，不敢下水，就在上面帮人杀蛇。但是主要也就是递刀子之类的。杀蛇很残忍，会先把蛇头给剁掉，然后扯着脖子的那块蛇皮往下一拽，就能把整张蛇皮给拽下来。最后清理完内脏，留下蛇胆、蛇肉。他爷爷看着一条条蛇被活剥了皮那些没了身子的头还在不停地张着嘴，就感觉是毛骨悚然，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奇怪的是，他们杀着杀着就发现刀子不见了，这没了刀子还怎么杀蛇呢？大家就找但是他们杀蛇的地方是一块寸草不生的草地，清清楚楚的，哪里看到有什么刀子？大家就说会不会是被刚才的那些蛇给盖住了，就把蛇挪出来看一看。结果大家把蛇推开以后还是没有，哎呀，这可要了命了。结果就在我朋友他爷爷继续搬蛇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那一柄刀子。那么这一把刀子在哪儿呢？它在一条手腕般粗的大蛇的肚子里面。这是一把牛角刀，刀子并没有那么大，那么大的蛇吞下去以后还真的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这条蛇为什么会吞刀子呢？他的爷爷曾经听人说过，你别看这蛇毒但其实蛇特别的护崽子。那个人有一次杀蛇的时候就见过大蛇盘成了一团，死死的盖住了刀子，就是害怕有人用刀子去伤害小蛇。他就记住了，想着这条蛇仁义，于是就找了个机会把这条蛇给放走了。结果这条蛇他死活就是不走，还盯着旁边的那几条小蛇，他就偷偷找机会又把那几条小蛇给放了。结果他在放小蛇的时候被人给发现了。那个人本来就是一个泼皮流氓，当时就把他给暴打了一顿，然后还不准他跟船回去，于是就把他一个人留在了岛上。他也没有办法，打也打不过，毕竟还小，只好找一个山洞将就的住了一个晚上，想着第二天等着自己的家人来找他。结果第二天却有一群人来到岛上烧纸，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被吓了一跳，以为他是鬼。后来一问才知，原来那伙人回去以后，小船眼看就要靠岸了，水下忽然就卷起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一下子把船给吞了下去。等破烂的小船在这浮上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人也没了，这一船的人都被太湖给吃了。最可怕的是这浮上来的那条木船上面遍布着手臂粗的勒痕，就像是被铁锁死死的箍住了一样。后来有人发现，在船板上嵌着一片巨大的鳞片，足足有贝壳那么大，还泛着金属的光泽，坚硬无比。他爷爷心里就在想，难道是自己放的那条小蛇吗？于是就特别的感谢蛇仙的保佑。当天晚上，他就去太湖边上偷偷的去烧纸，既是给那些同船的伙伴们烧纸，也是要感谢那位蛇仙。结果当天晚上，他爷爷就梦到了一条蛇，其实也不能说是一条蛇，总之就是一个人有着蛇的身体的人。只见他尖着嗓子说话，声音是怪里怪气的，既像是说话，又像是在传法。总之听不大懂是什么意思，但是脑子里却像是忽然多出来一些类似于法术之类的东西。从此他的爷爷就无师自通了一些法术，或者说是小方子吧，比如说有人撞邪了呀，撞煞了呀，小孩晚上不睡觉在那一直哭闹新媳妇被鬼上身了之类的，等等等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能治。总之是半巫师半道士的，比较神秘。并且他看病不要钱，你随手送他几个刚采摘的那种莲蓬，或者是一盆花，或者是叫小孩子给他磕几个头也就可以了。我这个朋友说他爷爷也会过阴，他亲眼见过他爷爷过阴，帮别人问问事儿什么的，比如说问问老奶奶的金戒指到底藏在哪里了，问问老爷子村口的那块地到底是给老大还是给老二，大多数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不过却是百试百中，非常的灵验。他亲眼见过最神秘的还是一次蛇仙上身。
当时啊，也是有个孩子在湖里面溺水了，好不容易救回来以后啊，却是昏迷不醒，眼看着人就要不行了。当时一对夫妻抱着孩子来求他，他看了看就说来不及了，借一个身子用一用吧。事情太急了，他爷爷啊也就没有避讳他，让他目睹了全程。只见他爷爷让孩子的母亲进屋坐下，然后就拉上了窗帘，念了几句咒语，然后在他的额头上点了一下。只见那个母亲的身子啊，一下子就瘫软了，但是很快他就突然的又坐直了身子。不过他坐起来的姿势啊，非常的奇怪，他不像正常人，比如说要通过撑着椅子然后站起来，他不是，他是先把身子啊往后一仰，然后整个腰啊挺直了，接着就是尾椎骨和那个脊梁骨咔咔咔的响，然后就全部伸直了，最后竟然直挺挺的坐了起来，就像是有什么东西钻进了他的身子里，把整个人支撑起来了一样。只见他呀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但是那双眼神却是让人觉得寒气逼人，看着呀就不像是凡人。然后他就开口了，他的声音非常的冷，口音也很奇怪，还有一些似有似无的嘶嘶的声音。虽然听不大清，但是大家也大概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大概就是问他呀有什么事情找他。然后他的爷爷就立马让孩子的父亲赶紧叩拜在地上，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就是说孩子溺水了，救醒后昏迷不醒，怕是丢了魂儿。这个母亲啊，也就是这个蛇仙，冷哼了一声，让人把孩子抱了过来，先是把后背的衣服脱掉，然后啊，蛇仙狠狠的一巴掌拍在了孩子的背上，孩子的背上当时就起了一个特别清晰的印记。这个印记啊，非常的古怪，因为它并不是人的手掌印，而是一个清晰的类似于被鞭打后的痕迹，上面啊还有几个红色的点点，看着很恐怖。随着这个印记浮起来，小孩哇的一下就大哭了起来，哭着喊妈妈，人啊也就接着就没事了。蛇仙接着说，后面啊要用烈酒每天擦擦这个手印，连着擦7天就没事了。然后蛇仙眼睛一闭，过了几分钟再醒了过来，但是这时候醒过来的就是那个昏昏沉沉的正常的母亲了。我这个朋友说，也正是因为他爷爷搞这种牛鬼蛇神的东西啊，所以他爷爷在文革时期遭到了很残酷的迫害，被打下了一只眼一条腿。文革结束以后，他就成了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偶尔啊给大家看看病扎扎针，但是依然的不怎么收钱，也成了一位颇为清雅的人。但是即便如此，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都能够收到很多人送来的礼品。他爷爷去世的那一天，按照他的遗愿，在太湖边炸了一个灵棚。那天晚上，天上下了很大很大的雨，太湖的水可以说是咆哮了一晚上。但是到第二天，灵堂前的土地上一片狼藉，仿佛有一群蛇爬过，其中还有一条巨大的痕迹，就仿佛是电线杆在地上拖动而露出的那种巨大狰狞的痕迹。他爷爷活了快100岁，他说他爷爷后来啊一直想要去修行，想要去峨眉山隐居，据说那条蛇仙就是出自那里，是被人陷害，后来啊被一位高人带到了太湖。他说自己在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有一次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弹尽粮绝了，就坐在公司楼顶上喝酒。这喝着喝着呀，情绪到了就想往下跳，结果就在朦胧中，他看到了他爷爷好像是在对他说什么，于是他又拼了命的撑了下去，到后面也就慢慢的好转了起来。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事情啊，并不是我这个朋友他一个人说的，而是我们在看景的时候和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聊天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这么说的。这就让我不得不去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他的爷爷真的是一位当地的奇人异士。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你们身边有这样的奇人异事吗？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们下期再见。